每当踏入柔道战场上，我都可以有一种分秒必争、跟对手厮杀的那种感觉。今天是我告别柔道的最后一场比赛。最后2分钟。从我开始接触柔道之后，它是唯一让我这么投入、这么去努力的一件事情。最后1分钟了 ，last 10 seconds， 最后10秒。柔道也是唯一一个能让我流泪的东西。我很在乎每个比赛，然后我都会蛮激动的。毕竟赢第3的实力，就一定也有赢第1的可能，所以从那之后的每一届，我都把目标放为金牌。接下来的7年里，黄培成在大大小小的国际赛中夺奖无数，但唯独冬运会金牌始终跟他无缘。今年是我第4次参加冬运会。黄培成在冬运会举行前8个月，开始全心全意投入国家队的训练当中。我1个星期练6天，就星期天休息，公共假期也有练，一次训练就有3个小时左右。每一届冬运会都对我来说很重要，可是这一届对我来说特别重要，是因为我相信这是我最后一次比冬运会，所以意义会比较重大一点。我就想说，在这一届完成我一直以来想要达到的目标。跟新加坡的运动员比起来呢，我觉得他已经下了100%的苦功了。他几乎到每周的话，就除了伤病以外，每周都可以出全勤的。从他自己本身内心来讲，当他觉得他自己是冲击最后一次，他也会全力以赴的投入训练当中。下了多少苦功啊？就是每天流的汗，跟受过的伤，怎么衡量？我说不出哎。我每一年，我第2届会比第1届努力，第3届会比第2，就是满分100的话，我100分的程度想要夺到金牌。我现在在观察我的冬运会对手以前比赛的一些情景，然后我要做一些分析他们的动作啊，跟他们的移动方向之类的东西。黄培成其实是新加坡管理大学的在籍学生，大学会考期间，同学们在埋头苦读，黄培成却为上另一个战场而努力。我现在是延迟了大学课程，然后全职在准备比赛。我之前在准备2007年的冬运会的时候，也是休学1个学期，加起来的话，我就是比我的同期生就晚1年毕业这样子。今年结束了之后，我就要把我精力投入在学业方面。
因为我觉得要全心投入训练的话，要兼顾学会比较困难。在我的内心最深处，真的我不是那么喜欢他学柔道，因为我希望说他往就是说学业方面。不过他已经那么大了，我就让他去决定他自己未来的人生要怎么走。他常常跟我讲说，他选择柔道，他从来不后悔，即使到今天，即使是受伤了，他从来不后悔。今天，黄培成回到母校华侨中学，这里也是他柔道生涯的起点。一般我都会常常回来这边，好像陪学弟练习啊，然后来活动一下这样子。我在很多不同的地方训练过，没有一个道场能像华侨中学这个柔道场给我那种回到家的感觉。很快的就要结束柔道生涯了，黄培成回首来时路，坦诚有些心底话一直没有跟一个很重要的人说。从我们以前在中学的时候，教练就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形式这样子训练我们，所以从小可能没有培养那种跟教练很密切的那种关系。现在回想起来才能知道说当时教练是用心良苦。走到今天，我也要想对这个教练说声谢谢。我也不太善于表达我对教练的尊敬跟感谢，会希望教练知道说我还一直很尊敬他，然后也很感激他教会我的一切。每次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，我都提醒我自己说，有一天我也要像他一样站在东南亚的最高舞台上领奖。他跟其他选手很大的不同是，他有一个愿景，所以他也很努力的去追求他这个梦想。我国柔道界自邓教练在1989年赢取金牌后，直到今天都未曾在冬运会上夺金。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人在冬运会得金牌了。只要新加坡柔道能夺得一面金牌的话，会振兴这整个运动的那个作用。黄培成告诉自己，要在人生最后一个冬运会上改写我国柔道历史。